大家在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情况？被封面骗了进去，结果看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内容，不管是鬼畜还是恐怖的东西，点开之前都是万万没想到的。在 YouTube 上面就有这么一个视频，播放量高达了1.4亿，却有20万的踩，评论更是两极分化严重，喜欢的恨不得称之为神，不喜欢的认为这是精神污染。可能是因为封面上是只人见人爱的小猫，所以把很多人都骗了进去。那么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？创作者又是何方神圣，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备受争议的猫猫视频吧。单看这一个视频，是不是很难形容出具体的视频风格？猎奇、魔性还是鬼畜？反正无论是图像还是声音，一整个复制粘贴，所以看完特别洗脑。我也能理解为何有观众会按踩了。本来点进去是想看小猫咪的，结果是这么一个猎奇视频，确实会让人感到不舒服。像我们接受程度比较高的就还好。话说这个视频发布于2009年，已经过去12年了，评论区依然讨论的火热。很多网友都说自己小时候看的那会儿确实被吓到了，现在重温一遍反而觉得很有意思。那看完小猫，我们紧接着来看一看小羊妹妹又是怎样魔性的作品呢？小羊没跑几步就开始变得怪异了，什么肚子里跳出来个羊 ，N 条腿 N 个头，样子都非常的扭曲。但是不管有多么的猎奇，这只小羊永远都保持着一个动作，那就是来回摇晃着脑袋，还不忘记吐舌头卖个萌。其实最令人不安的是，即使你知道这些明显是假的，但是因为看上去实在太真实了，又忍不住继续看下去，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。在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当中，是一段超现实的牛群舞蹈，随着视频的进行，也是变得越来越离谱了。牛的身体不停的变换，话说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讨厌蜘蛛的小伙伴，可以在弹幕里面举个手。所以当我看到牛进化成蜘蛛的样子的时候，差点都要把视频给关掉了。蜘蛛还一动一动的，太诡异了。然而到了视频的结尾，牛又恢复到了开头最正常的样子，但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个是假象。其实这些视频的创作者是一位来自英国的艺术家，他的名字叫做西里亚克。说实话，光看他的照片很正常吧，还真的没法把他与这些怪诞的作品联系到一起。我们刚才看了西里亚克的几个代表作品，猫、牛和羊等动物确实是他创作的特色主题。早在2004年开始，西里亚克就在英国 B3TA 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，这是一个沙雕作品的聚集地，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有趣、幽默的新鲜事物。用户可以发表自己创建的图像和动画短片，因此西里亚克时不时会发表一些自己创作的动画，没想到很多人喜欢。此后，西里亚克就正式开启了自由动画师的职业生涯。早期他的作品是以经典的英式幽默为主，许多动画都取材于名人和电视节目。放在 YouTube 上面之后，他的作品也火速出圈，得到了大量的关注。不过你们不要觉得这些动画也不过如此，毕竟咱们之前讲的内容有比这更加邪恶、更加恶心的，小巫见大巫而已。而我只能说，刚才的视频只能算是个开胃菜，提醒一下大家，尤其是密集恐惧症患者，前方严重高能。
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们还好吗？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。其实这个视频的标题为消化不良，也许是在模仿消化的过程。你永远都不知道黑洞里面有什么更加奇葩的东西在等待着你。想问一下大家，看到哪个的时候破防了？不瞒大家说，我全程都是眯着眼睛看完的。虽然我不是严重的密集恐惧症患者，但看到这还是有些顶不住。不是说它有多么的血腥，多么的恐怖，就是太过于猎奇了。手指、眼睛、牙齿、舌头不断的被复制粘贴，不断的抖动和变换。我觉得这真的比大部分恐怖电影都要可怕。其实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，就是这种对未知事物的恐惧。想象一下，这些扭曲的器官在你的身体里爬进爬出，一只只眼睛正在盯着你，永无止境。这种精神折磨恐怕比判死刑还难受吧？有网友发现，仔细看的话，这个视频确实顿寻了消化系统的内部构造。先是口腔、食道，然后进入到了胃部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胃部里面有个呕吐的怪物，应该是在分泌胃液，对食物进行初步消化。最后，食物进入了小肠和大肠。只能说，这不是一般的超现实主义。西里亚克完全是开创了专属自己风格的超现实主义了。不过，树大招风，可能是西里亚克的作品太过于魔幻，有些网友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吸毒了，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创作灵感。那么，他到底是怎么创作出这些视频的呢？在西里亚克的作品当中，无论是音乐、动画还是叙事结构，都是环环相扣的。在制作动画之前，他已经研究了许多年的音乐了。他一直想创作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在采访中，西里亚克简单描述了自己创作视频的过程。通常来说，一个视频从出现灵感到出成片，至少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。首先，他在制作音乐的过程中，会在脑海里面激发出视觉效果。一旦有了画面感和大致的框架结构，成片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。根据西里亚克透露，自己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点子。如果视频有了模糊的概念，他就会进行反复的实验，即使是不起眼的一个小细节，他也愿意用上一整天的时间来磨合。总的来说，他可以把自己想象出来的事物，按照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。我们常常看到猫胖了就像是蠕动的猫虫，那么在西里亚克的动画世界里面，除了开头喵喵叫的视频之外，猫咪又有怎样新的形式呢？问个小问题吧，视频里面一共出现了多少只猫？有人能够答上来吗？反正我不能。你们说什么都是对的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感觉铲屎官都无法直视自己家的小猫了吧？在西里亚克创造的 Kitty 城里，猫咪能够变成毛虫、小猫列车、小猫恐龙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就连 Kitty 城里面的建筑物都有猫耳朵，细节很到位。不过在这么多奇怪的视频里面，还有一个动画似乎有点不太正常。这是一个关于小猪的视频，挨个给小猪吹气，肚子变大之后就变成了气球飞走了。我总以为吹到最后小猪肯定会爆炸之类的，但西里亚克并不按常理出牌，这恐怕是他最理智、最普通的一个视频了吧。自从西里亚克火了以后，很多网友都开始翻阅之前的考古视频。咱们来看看他发布的第一个视频，在2006年的5月28日，这个跳舞的男人是他创作的第一个视频。评论区都说这是传奇的开始。后来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到了人类器官上面，这种肉体恐怖又给观众带来了荒诞诡异的感觉，真的是很猎奇。在2020年的11月5日这一天，西里亚克在推特上发布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。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心脏病发作，被救护车抬走，简直是噩梦。根据他的描述，发病的时候就好像有一头大象站在了自己的胸口，疼痛立刻蔓延到了全身，这比自己创作的任何东西都还要恐怖。而在这之前，西里亚克并没有心脏病史，也不抽烟不喝酒，所以发病的很突然。不过好在他从这场磨难中幸存了下来，而且在推特上分享了自己大难不死的经历。也想提醒各位网友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。一个视频能够火这么多年，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。虽说西里亚克的频道让人褒贬不一，就像我开头说的，喜欢的人会很喜欢，不理解的人可能会恨不得点个投诉。在网络上，观众有不同的年龄层次，有不同的家庭环境，喜好更是五花八门，所以即使是拥有了几百万粉丝的创作者，也要面临众口难调的困境。当然，有的人随时随地的会改变自己的风格，也有人总是坚持自己的画风。显然，西里亚克就是后者，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，也有很多粉丝。小时候看到这些视频都会感到很恐惧，但是长大后重温，都有了不一样的理解。我觉得优秀的作品应该就是这样吧，让人百看不厌，常看常新。自己的作品能够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呢？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今天看的这些动画作品当中，哪一个让你印象最深，恨不得立刻转发出去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如果你喜欢我做的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